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昨天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2%，不知道有多少空头已经爆仓。阿哲连续2次提醒空头要获利兑现，不知道您有没有及时的离场呢？一根阳线可不可以让美股指数从熊市进入到牛市呢？阿哲觉得并不会，抄底 SQQ 的机会正在到来。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第164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会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大环境的看法，究竟会不会由熊市转为牛市呢？指数的稀有长阳线的出现代表了什么？阿哲同样会通过短线的空间技术点位测算来分析目前的多空力量。在分析完指数之后，第2部分和第3部分，阿哲会来到个股解析。我们会分析以下标的：特斯拉、英伟达、SQQ、纳指金融、博通、Meta、苹果、MSTR、皮尔提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的标的。这里想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因为阿哲所分析的标的一般是比较多的，所以时间的长度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提示，您可以点击这一个播放按钮旁边的商角，它呢是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您在点开之后，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一个内容，阿哲都标记了具体的时间。您点击之后会跳转到相对应的时间，可以优先观看您最想要得知的那一部分内容。但阿哲要提醒一下，所有的个股交易、个股解析都建立在指数的环境分析之上，所以第一部分大家是一定不能跳过的。而个股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所关心的去观看。假如您是老同学，阿哲依旧建议您能够从头到尾认真的观看，更加能够了解阿哲的看法，以及对于当前美股市场的观点。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什么叫做指数稀有长阳？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的一些观点。曾经我们通过前期的这一波下跌的空间，测算出股价在低位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和它这个空间有关。我们往下投射1倍空间，就得到了最近价格指数为何出现反弹的一个依据。因为在这里有一个15427.61和15288.12，这2个价位就是最近我们所看到的股价止跌的价位。而这个空间点位是在上周我们在周6的视频当中就已经跟大家去分享过的。当时测算这个空间，我们的一个依据就是股价形成了下跌商法为股价的中继形态，所以市场呢至少会往下再投射再跌1倍的空间。大家注意了，这只是至少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股价呢在短期的暴跌之后，来到了这个支撑价位附近，出现了止跌反弹。目前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强的，昨天1天时间纳指涨了12%，股价重新回到前方这个低点之上，而这里是一个压力区间。再结合前期这个2个高点，我们可以画一条向下的趋势线，2点呈现，目前的股价反弹就是验证这个趋势线是否有效。那怎么验证呢？就是在此处出现滞涨现象、滞涨 K 线，亦或者是顶分型。那么这里将会成为3点共振，为有效的下降趋势线的形成。那么它是一个压力走势。所以股价呢，哪怕有一根长阳线从底部支撑反弹而上，感觉很强势，一根长阳改3关，很多同学呢开始看多，但是它依旧没有脱离这一个下降的趋势。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什么叫做纳指稀有长阳。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出现12%的上涨，而纳指的稀有长阳就是10%以上的上涨阳线。为什么说它稀有呢？因为目前你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这个图表它跨越了40年的时间，而这一种阳线它只出现了4次。大家看到图中这种笑脸，这个表情包的位置就是出现了稀有长阳的位置，它们都是10%以上纳指的上涨阳线。而你会发现，股市在产生牛市上涨时，牛市上涨时，它是不会产生这种阳线的。每次出现都是在熊市当中才出现这种当日上涨10%的上涨阳线。而同时，这种上涨阳线在熊市出现时，每一次都不是熊市的底部，每次出现在第2天，前3次都是下跌的。所以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市场纳指的长阳观察，你可以说每次出现次日必跌。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更加详细的、细致的观察一下前期所出现的这3次纳指稀有长阳，它究竟后续表现如何？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我们把这其中的行情所放大。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在下跌时出现了2次，以及这一波下跌时是不是也出现了1次纳指的长阳？它们分别在哪里呢？它们分别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这一波下跌，以及2008年的这一波熊市下跌。我们看到具体的时间，当时这一天是2000年12月5号，在下跌途中出现了一根上涨阳线，这根阳线上涨幅度是 10.48%， 是不是也很强势？但是出现之后，它的后续发生了调整，而调整过程当中没有跌破长阳的低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它还有上涨空间，只是需要一个止跌的信号。包括这一根它也是长阳，它是一波下跌当中阶段的熊市的反弹低点。那么股价出现之后，第二天是不是长上影线滞涨，而后下跌2天，在低点不破的前提下出现止跌阳线，而后再次创新高，这2次长阳后续的表现都基本一致。等到把这个长阳的低点再次跌破之后，市场才重新回归到明显的下跌途中。所以这种长阳线一般意味着目前的市场它不是一个熊市底部，它最多就是反弹低点，并且出现之后，因为短期消耗过多的多方能量，往往需要调整之后再出现启动，调整时间在2到3天左右。我们再看到08年的稀有长阳，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08年的那一轮下跌，而当时是在哪一天出现的呢？是在2008年10月13号出现了一天上涨 11.81% 的阳线，而这根阳线出现之后，是不是第二天就出现了滞涨，而后下跌，下跌时出现了破位，破位反弹再破位，所以这根阳线和2000年那2天的稀有阳线是不一样的。当时2000年下跌出现稀有长阳，它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还有2波的上涨启动。而这一个2008年它出现了稀有长阳，是直接2天内跌破了最低点，后续股价就起不来了，就创不了这个高点了，它回归到了下跌。现在通过过去的3次稀有长阳，我们知道了一些规律，而我们再回到现在最新的这根稀有长阳线，在昨天美股市场纳指2025年4月9号再次出现上涨 10% 以上的幅度，昨天是 12.16%。现在我们就有一些预测，就是股价在稀有长阳之后基本上会出现向下的调整。如果市场还会有2波行情的话，这个低点前方是不会跌破的，而这个向下调整的幅度短期会比较大，但它不会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一般时间在2到3天，可能多呢会超过3天。但只要不去跌破这个稀有长阳的低点，我们认为它调下来还会收盘再创新高，再走一波。那么这里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熊市反弹的延续，就是关注这波回调它的力度空间，不破单底就还能再次新高。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股价很快的去把收盘价跌破前面大阳线的低点，那么这里的反弹就很弱，那么将迎接再一次空头的爆裂猛攻。刚才阿哲呢是分析了过往当中曾经出现的纳指熊市稀有长阳，根据刚才我们所总结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会知道历史行情虽然不能完全的去相信，但是这些经验也能够让我们在接下来行情当中有那么一些分析的依据。所以如果刚才阿哲所分析的观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依旧为阿哲的视频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也可以呢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感谢您的点赞和订阅一直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第一次认识阿哲，听到阿哲的视频观点，也希望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能够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观众。成为已订阅观众之后，再点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期视频公开观点、公开知识，您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阿哲上架的通知。希望在订阅阿哲之后，我们未来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在美股市场当中研究更多的技术分析技巧。感谢您的订阅和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小节，有关空间点位技术的测算，是短线上多方和空方动能的对比。昨天关于这一根阳线的产生，必然短线上多头是走强的，但是我们最好有一些明确的依据，就是何时这个多头可能会走弱呢？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一部分，这一个观点或者说这一部分内容，都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以及书写的。
只要您是阿哲的粉丝订阅观众，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那么您就能够在限时的时间内，能够在盘前去领取到阿哲每天的盘前解析。一般呢，阿哲会有一些明确的文字观点和一些点位的测算。最近的行情呢，作为多头、空头，其实都不太好操作，因为短期的波动太大了。在市场周二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根高开低走的负阴线，这是一种空头的信号。但阿哲呢，之前在盘前明确提醒了，这种空头信号，因为是在熊市当中，所以不能够完全的去相信，只能小仓位去试错的空，不要着急上大仓位。因为低位的负阴线它没有高位那么恐慌，而且当天是缩量的，缩量就说明散户对此的反应不是很敏感，市场资金对此并没有感到恐慌，所以只有在周三的收盘的时候是一根再次的实体阴线跌破昨天负阴线低点，才能够去加大仓位看空市场。通过这条信息，您就知道仓位控制的重要性了。如果市场在前期下跌时，您没有去及时的获利兑现，还是保持着很多仓位，甚至满仓看空美股市场，前面可能你会赚了很多，但是简单的3天之后，您会发现您就亏损了，甚至您就爆仓了。所以前期呢，在好不容易重仓获利兑现之后，那么后续就不要轻易的上仓位，我们一定要等待明确的信号，给到我们去加仓的机会。像这种高开低走很明显的空头信号，在长时间下跌之后，它反而不是那么的确切，所以这种 K 线只能小仓位的去看空。这样的话，哪怕市场出现反转，你也不会亏损多少，也就一些试错的小单而已。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方的点位测算，阿哲一般会在盘前公布3个标的纳指、特斯拉、英伟达他们的日内高低点支撑和压力位的测算。这个测算呢，在日内会具有撑压作用，同时在日线上会看到多头空头的博弈。我们看到目前纳指的图表，是不是这些 K 线底下有时候会出现红绿灯的表现？如果市场出现的底下是一个红灯，红色的小点，则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日内的支撑被收盘跌破了，跌破支撑则说明空方强势，那么未来的市场空方主导的概率就比较大。而如果持续是空方主导，持续的红灯，一般说明熊市市场或下跌趋势。那么市场如果想要有反弹，一定要有一个动作，就是多方走强。比如说像这一天出现了绿灯，那么则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预测日内的压力被收盘突破了，那么这一天多方就表现是比较强势的。一天的表现强势不代表它会一直强势，如果第二天立马又走弱转为红灯，那么一样是看空的信号。唯有能够持续走为绿灯，或持续但不出现红灯，这种才会反弹延续。在熊市当中，每一次的反弹都小心红灯的再次出现，出现绿灯反弹，但是再次的红灯，则说明这一波反弹了结，市场再次回归下跌。像最近的这2天，是不是都是没有红灯绿灯，说明它还在下跌途中，不要随意的去看多。而现在终于一根长阳线出现了一个绿灯按钮，说明这一天多方极强。这一天多方能不强吗？市场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资金的疯狂涌进，因为在关税上再次的产生了变化。但是在红绿灯的多空动能的角度来看，它只要是绿灯，就说明这波下跌在这里将再次的有机会产生反弹和延续。所以这里我们要关注今天最新的点位。我们今天预测的日内高点是 18,130.28， 预测的日内低点是 16,197.63。 股价如果要继续延续绿灯强势反弹，它得要突破 18130.28。 而如果股价今天就直接收盘跌破 16197.63， 则说明它是一个绿灯后的红灯，就类似于之前这一个位置，在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红灯，它其实是用做空的信号，是一种风险的信号。所以关注一下今天股价的回调力度，只要回调下跌亦或者上涨都行，它只要不跌破 16197.68， 则说明这个位置它不是红灯，而不是红灯的话，下跌力度就还在接受的范围之内。目前如果您跟随阿哲是空单仓位较小，或者说目前整体仓位在观望等待做空机会的同学，您可以等待它出现一个红灯之后再次的去开空单。所以当下阿哲的观点能够去比较明确开空的有2个地方，一个是出现红灯的那一天，另外一个就是把大阳线低点跌破的那一天，以及在跌破之后反弹再跌破的那一个点位。这3个点其实就是比较确切的做空点。当然了，这里要注意，
它不是说今天就一定会有红灯和绿灯，它也可能在这中间收盘，所以大家要注意，每天这个点位都是会变的。阿哲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记得每天盘前注意这一条盘前的短信。等到出现红灯的那一天，就说明空方机会又次到来，并且多头你就要小心了。那么现在阿哲教一下大家，如果您是订阅了阿哲频道，今天刚刚订阅，那么怎么去领取到美股盘前的这条短信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到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打开评论，您会看到有一条置顶的评论，在置顶评论当中，阿哲有发了有关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开那个链接，然后跟助教报名即可。那么怎么报名呢？您需要发送一个口令给他，这是我们识别的一个方式。您可以发送盘前解析的盘前2日发给助教，那么他就会知道了，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并且您需要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收到这一条阿哲的盘前解析信息，他会告知您如何去获取。这是阿哲给到粉丝订阅同学的第一个福利，而你要注意，这是第一个福利，而不是最后一个。一般阿哲呢会给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粉丝朋友准备3重福利，为了您在技术分析上能够更快的进步，并且用在实战当中。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作为实战当中的一个演练之外，我们还需要大家学到更多的知识关于技术分析。所以呢，阿哲还有准备粉丝的群组，一个学习小组，专门作为平时知识答疑解惑来用的。同时，如果您有需要，我们在内部也有安排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如果您跟助教报名，您可以听到我们内部不公开的一些技术分享和行情的解析。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这一个粉丝学习小组，它不是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进入。阿哲更希望进入到群组当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真正热爱技术分析、爱学习的同学。这样的话，人数不多，并且方便管理，而且大家都志同道合。而阿哲要怎么知道您是这样的同学？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能够真正认真的观看一节课程、一节直播，并且认真完成我们授课老师所安排的课后作业，您只要完成之后交给助教，而评分之后如果合格，就有机会让助教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群组。这里阿哲呢也要讲一下我们最近所举办的一个课程，内部的课程叫做龙头解析班。什么叫龙头？就是市场当中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都能够极其容易吸引资金去流进、去青睐的那个个股标的。这种标的可能有1只，可能2只，这些都是很稀有的个股，我们称为龙头，它呢极具赚钱的效应。目前我们的课程从本月的1号开始进行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节课。如果您是今天才订阅阿哲，看到阿哲视频，才刚刚得知这套课程的话，您可能已经错过很多场直播，但是没有关系，相对应的知识点我们都保留有回放，并且在本周4月12号之前，您都可以观看得到这些回放。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要学习更多的内部知识课程，一些不公开的技术分析内容，那么您可以在咨询助教之后，可以跟他说一个报名回放这样的字眼，他就会知道您需要这些课程的回放内容，以及最新的后续的一些直播课程。阿哲很感谢各位能够首次相见就订阅阿哲频道，所以以上的3重福利，希望大家都能够领取得到。再次谢谢您的订阅和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指数的分析，对于指数有一个大体环境上的判断。我们知道目前再去做多，相对风险会较大，而空方其实还是占据主导优势，只是在寻找一个进攻点。那么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在看到个股的解析有一些做多的点位，哪怕出现了，你也要知道当前的环境不适合重仓去做多，而我们应该留有资金等待空方信号。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的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空间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在最近的特斯拉解析当中，阿哲一直强调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是 229.201， 它不能被有效跌破，如果跌破，前期 K 线曙光出现反转形态将不再成立。而最近呢出现了回踩之后，有一天略微跌破，但是阴线未过半，所以整体呢不是很有效，而价格又在第2天重新回归，所以当前对于 229.201 不是有效的跌破。但大家注意了，特斯拉还在一个震荡区间当中，这一个震荡区间下轨是
229.201，上轨是287.13，在此处还在震荡，所以这样的一根阳线突然拔地而起，我们会看到它距离上方的震荡上沿，它的压力很接近了。前期在287.13出现过2次高点的形成，那么这一次会不会也再次形成？而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画出2点呈现，是不是跟指数一样，也处于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它只是反弹一下，接近这个下降趋势，所以这里是一个市场当中空间的压力区。在此处，如果前期没有做多，在这里再盲目做多看多，就相对有所风险。所以对特斯拉空间上更加高性价比的操作，你可以等待一个价格收盘突破287.13，最好也同样能够站在170天线之上，我们再去寻找做多机会，因为那个时候相对的空间它会大一些，而压力不会那么的接近。同时，如果有效突破170之后，它下方是不是也能够形成一些支撑的效果？而现在的局面就是它上方还是存在压力，而它一天的急涨之后，距离上方的压力其实越靠越近，做多性价比就不高了。如果你没有开过仓，那么在这个位置再去开新仓，则风险不小，而利润不高。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去解析一下目前的特斯拉。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之上是红绿灯，下方是 BBD 资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也是很多同学应该都知道的。阿哲想表达什么？下方的 BBD 资金，它是不是已经非常靠近我们的水上零轴？那么这个动作其实意味着即将面临变盘。今天的特斯拉只要相对再走出一个小 K 线，或者说小幅度的涨跌 K 线，哪怕上涨也可以，哪怕下跌也没问题。那么下方的 BBD 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个上穿，一旦上穿就是高点变盘的可能。前期下跌时，资金从高位流出，由水上下穿水下。我们曾经说过，这一天是一个下穿 K 线，在 BBD 资金当中，它就属于低点变盘，是不是低点后续出现反弹，而后把这个高点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在 K 线上动能强势，并且 BBD 第一点确认，但可惜的是它在一个震荡区间，而突破时已经用了太多的空间，所以这里再去买进，主要就是一个空间上不太划得来。不然的话呢，这根阳线作为买点，作为看涨点是没有问题的。而目前的指数环境是不太好的，所以以这样的一根长阳线在熊市当中去做多，哪怕技术表现 OK， 阿哲也认为风险不小。而前面的低点变盘如果有效，下一个高点变盘往往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在震荡区间当中。所以今天就属于特斯拉的变盘点，今天略微走出上涨或略微，只要不是大跌，它这里应该就会上穿，一旦上穿就是高点变盘，那一天的高点就会是个压力。所以这是特斯拉在 BBD 资金上的一种变盘迹象的预知。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日内高低点预测，高点我们要看到298.850，而它的低点呢，看到248.04，股价收盘要突破298.85才会延续绿灯。如果在这之中呢，就是非红非绿，那么只是一个延续上涨。最大的风险在于绿灯之后再次的跌破248.04，就会构成绿灯之后的立马转为红灯。当绿灯立马转为红灯，我们拆解来看，它就是一种相对的诱多行为，市场呢后续是看跌的。而如果是红灯后立马转为绿灯呢，这种就是一个向好的，说明昨天呢为资金砸盘，今天为真正的方向。所以这里如果出现的是绿灯后立马转红灯，那么你要注意了，它是一种诱多的长阳线。以上就是特斯拉的3个纬度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现在你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前期我们划分过几个空间支撑，这是在上周新给到的。最后呢，股价的这一波下跌大幅低开低走，是触及到了 86.719， 而后止跌有效，并没有跌破，出现了低开高走挨压阳线。我们上期视频有说过，如果要去做反弹，你应该看一下这一天表现强势的是谁呢？是不是英伟达和博通？他们2个算是比较强势的，因为不只是挨压 K 线，还是阳过阴半。所以哪怕是这一天下跌调整时，它调的也不如一些个股深，指数是负阴线，它呢并不是。目前的英伟达触底周反弹是突破了左边的高点，整体的结构是略强于指数了。
因为指数目前是还没有突破这个高点，只是回补了这个缺口，所以英伟达结构上短线是比指数强。它也同样面临特斯拉的一个问题，就是股价走到这里，如果你前面不是已经看多并且有所利润，你在这里再开新仓，它上方的压力在哪里呢？上方的压力在 109.5 以及116和120.734，是不是都特别的靠近？而当前的价格其实还并不能够有效的算是突破 109.05。如果今天拐头向上就跌破了 109.05， 是不是就不适合看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开新仓做多是很不理智的行为，上方它的性价比也同样不高，反而向下的止损有点大。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资金和动能短线方面，现在你所看的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英伟达比特斯拉是提前了一步，因为下方的资金其实已经出现上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天它的数值是 1.322， 这说明这一天是实现了一个上穿，由水下到水上，那么它就是一个高点变盘的 K 线，高点变盘 K 线，它的最高价格将会是一个压力，股价收盘只要不能够去突破它的高点，或不能够特别强势有效的突破，那么这个高点的压力将会存在，而它的高点变盘将会由下跌 K 线产生之后确认，这一天的低点能够被有效跌破，这个高点就基本上板上钉钉。所以从 BBD 的角度来看，在变盘点上是不宜再开买进的仓位，除非今天再次保持上涨，把它的高点突破，那么就是继续变盘延续看涨。我们再看到动能 K 线上，今天什么时候会转为红灯？我们要注意它的预测低点是 105.93， 跌破它就是红灯，就是更加明确的风险。高点是 123.5， 突破则是一个上涨，我们认为的绿灯的延续。只要今天是绿灯，那么基本上就是股价的变盘也是延续上涨。所以除非英伟达今天是绿灯突破左边的高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可以上涨之外，可以买入之外，其他的情况还是要小心为主。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的纬度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只标的是 SQQQ。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SQQQ 的图表，在空间上之前所画到的一些支撑和压力位出现了一些提示，是不是在这一天 53.79 的位置出现了冲高回落？我们说过这一天你要获利兑现了，而价格往下走的时候是在 46.20 出现了止跌，再反弹到 53.79，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跌支撑上涨反弹又遇压力的现象？好，那么在这个位置，当天 SQQQ 是再次由上至下跌破 46.20， 并且又把这两个价位给跌破，所以以上被突破的所有的压力都再次的被跌破了。那么为什么阿哲还要强调 SQQQ 可能会有机会呢？就是因为170天均线所处的位置，我们曾经有讲过如何去判断牛市进行和熊市进行。目前的 SQQQ 它是牛市进行时，因为股价这一波价格的上涨已经突破了前期的2倍的空间，而曾经呢在170的位置出现跌破，但跌破2天并没有产生一个下跌，而是继续的上涨，所以这里170是有支撑的。所以这里就来到一个地方了，170又再次的被跌破，170跌破第一天为技术1，跌破第二天为技术2，而技术2的第二天收盘在170的第二天则为关键变盘 K 线。只要这根 K 线的高点被突破，我们就再次的看涨，这是前期在这里买进 SQQQ 的一个其中之一的依据。现在又来到了技术第二天的时候，今天的美股市场 SQQQ 将是第二天，只要收盘在170之下就是第二天，如果收盘不在170之下，就说明连跌破有效都不用确定，它没有跌破。只要今天的 SQQQ 收盘在170之下，那么它的高点后续被突破，则作为比较明确的做多点。那么假如今天的收盘价不在170之下呢，那么出现强势的止跌阳线，激进的同学甚至呢可以提前去埋伏底仓。以上呢就是空间上我们去关注的170的空间附近是一个机会还是风险，要关注跌破的第二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SQQQ 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这根大阴线肯定呢是红灯无疑，而这一波下跌离下方的零轴还有一定的距离，除非今天保持大跌，除非今天呢出现
大幅的下跌，不然的话零轴是很难被下穿的。所以这里在短期1-2天之内是不太容易出现再次的大跌，那么就不太容易出现呢下穿行为。所以用 BBD 资金就不看低点变盘了，我们看另外的表现。前期市场出现连续的流进，我们说过连续的流进的资金出现的首根流出也能够作为关键的节点。连续流进后的首根流出，它的低点也是支撑，高点也是压力，被突破之后则说明它容易是一个回调低点。像前期这种连续的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也可以关注它有可能是下跌时的关键 K 线。这根首根流进的绿柱，它的低点高点只要也能被突破，是不是方向选择大概率也能够往上，直到未来跌破它我们再去止损。它可以直接界定一笔 BBD 资金上的交易，有入场线也有止损线，你只要设定一个目标即可。那目前是不是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首根 K 线？那么它的低点将是支撑，它的高点将是压力。因为这根 K 线过于长，所以你不能说我突破之后再去做多，那么就太晚也错失太多。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关注它的低点是否真有支撑，有支撑低开高走，比如说 IRK 线或长下影线，亦或者是阳过阴棒等等，我们去做多也是可以的。当然，这种止跌买点呢，因为只是单根 K 线，所以最好不要过于重仓。我们可以先埋伏仓位，在空间上和 BBD 是有所共振，而在价格层面上，今天会不会产生绿灯呢？我们要看到高点的预测是 43.755， 低点的预测是 23.696， 关注这两个价位是红绿灯的产生依据。以上就是关于指数分析和特斯拉、英伟达SQQ 的解析。接下来我们来到资金动能上讲解短线策略的更新。我们先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目前大家所看到就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关于这个指数的分析，我们曾经讲过，它是不是对170天线的下破？那么下破的第二天是不是关注对象？为什么关注170？因为前期这种上涨就说明它是由一个金融中国指数的熊市转为了牛市，而后价格的回调是不是到170有了支撑，再次启动一波创新高的行情？那目前再次的回调回落，它跌破170，我们是不是要去验证一下，会不会由牛再为转熊呢？所以你看到这里，跌破的第一天，跌破的第二天，它是收盘跌破的第二天，第一点是不是有支撑？有支撑，出现低开高走，而后阳过阴半，它是不是用止跌 K 线？所以对此来讲，激进的同学已经能够去布局一些底仓试错的看多。而在资金层面 ，BBD 有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所以这一天也是关键对象。我们现在的买点，你就没有必要看到这一天的高点去突破买了，你可以看到这一天流进资金的高点，收盘突破它，我们一样可以认为能够去看涨。所以第一天阳过阴半，可以作为相对激进的布局点试错单。如果今天再次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并且是实体阳，有阳过半的一个实体，而后我们可以认为再次的加仓行为。所以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这一波下跌跌到这里，可以认为是一个牛市标的走势当中一个大底的位置。而这个大底的观点呢，它只有在收盘把这一根阴线的低点给跌破之后，我们才会打消，才会去止损，才不会去看多。这一点大家注意，到时候就是一个熊市思路去操作了。而现在还在临界点，还属于牛市的思维。而我们看到昨天的动能 K 线，是不是它显示的是一个绿灯？那绿灯呢是一个看涨信号，并且它跟其他个股不一样，没有强势的很强的上涨，它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止跌。这种上涨呢，它不会透支未来上方的空间，所以这里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可以做一笔前期低点为止损，后往上去看170之上修复的行情。当然这里呢最好不要出现一个红灯，我们界定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今天的预测高点是6729.54，而它的低点呢就是6279.20，收盘突破高点则是绿灯延续，那么更好可以去看涨中国金融指数。如果是绿灯之后走出红灯，那么就小心了，这是个空方强势的信号。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呢是跟我们之前的英伟达所说的，也是表现比较强势的。像负阴线的当天，博通是不是出现了假阴线？整体还是上涨的，
所以我们说博通之前是不是超跌反弹当中的急先锋，而它呢和英伟达一样，也是提前走出了一个资金上冲的动作，所以这一天它也是高点变盘的嫌疑，股价高点则作为压力，这一天价格不是出现比较不错的阳线突破，那么依旧这里产生回落，那么就证明这一波上穿它确实是高点变盘，这个低点上来到现在多头，如果你真的有所获利了，那么这里要小心，因为是上穿 K 线，只要小心风险出现。像前期这里也有出现过一次上穿，是不是上穿之后多头不强，走出顶分型，然后低点还被快速跌破，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是高点的区间？上一波反弹的高点就是上穿时产生，那这一轮高点会不会也是上穿时产生？你要看一下它能不能出现继续的强势突破，如果可以，就说明还能延续的看涨。这里出现的任何滞涨信号都要小心，它是一个高点变盘确立。而红绿灯方面，我们来界定一下，今天高点是 201.15， 这里会有一个日内的压力，如果能突破，则继续保持绿灯，说明强势，并且继续看涨。低点的支撑呢是 171.33， 收盘跌破，这是红灯，而红灯在这里出现，就是绿灯转红灯，这是看空的信号。下一只个股标的，我们看到 Meta 整体的价格走势和指数相当，只是略微走强而已。那么下方呢，它的资金是不是没有出现上穿？但和特斯拉一样，差不多今天再走一走就能够上穿，也就是今天为特斯拉、Meta 等标的的高点变盘时刻。甚至呢，今天高点就是一个长上影线，那么基本上压力和 K 线共振，那么这个高点变盘效果更佳。我们再看到前期这一波上穿，是不是上穿 K 线是它？高点没被有效突破，而后低点被跌破，前面反弹的位置也是以此形成了高点变盘。今天略微上涨，或者说只要不是大跌就能够上穿，一上穿就是容易再次形成高点变盘。在弱势下跌的行情当中，在熊市当中，每次反弹都要注意 BBD 资金是否会产生上穿，上穿时只要反弹力度是一般的，不是那么强势的，基本上就容易是高点附近了。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高点 629.72， 低点 543.94， 跌破 53.94， 则是绿灯后的红灯，为做空信号。我们再看到 AAPL 苹果受到关税的影响，打击比较严重，所以哪怕呢昨天市场出现了上涨，那其实整体来讲它也就涨了一天，前面2天大家在反弹，它呢也还是维持下跌，就昨天出现了上涨。那么昨天也是一个绿灯 K 线，那么苹果的话整体还是不太建议去进行做多看多，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次的关税之战对它有些打击过于严重，而资金上呢出现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它是首根流进，那么它这根 K 线也能够作为关注对象，它的高点能突破吗？如果能突破，还能延续向上再看一看，但它的上方呢只补了一个缺口，还有另外的一个缺口是比较大的缺口，所以这里的上涨空间压力都是比较近的，它的空间不多，所以向上突破可能性很低。这里阿哲再给到它的预测高低点，高点是 214.09， 低点是 185.37， 收盘跌破将是一个红灯，那么对苹果来说呢，在绿灯后的红灯也可以作为做空的信号。我们再往下来看到 MSTR 它前期出现回落，但是依旧没有破到前面低点，在资金面上表现是不是连续流出之后流进 K 线是它，但是低点被破，高点没破，所以这是反弹高点，再次的流出而后流进又是它，会不会再次又是反弹高点呢？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这里是变盘信号，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而后出现下跌，所以整体的变盘方向应该是往下去看。这一天因为市场的狂欢狂热出现了一天上涨，但整体来讲也同样构成了资金的变盘，所以这一天高点它是一个压力，这一天的高点要注意了，这里要小心，要突破之后才能做决策。我们再看到今天会不会再次转为红灯呢？高点的压力和低点的支撑分别是 329.925 以及 269.275， 跌破 269.275 则顺势也能够往下去看了。下一只标的是 PLTR 整体表现还不错，前面也是低开高走，是不是 IR K 线，并且和英伟达一样是阳过阴半，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反弹标的当中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些第一次反弹就比较强势的。
它也没有走出负阴线，然后第二天继续反包，目前继续是单边的一个上涨。而底下这种强势个股，它呢是少数还没有上穿的，它只差一点点。今天基本上板上钉钉能够上穿，它是负的0.343，略微走势稳定一点，它不要大跌，基本今天就是上穿。那么上穿 K 线也是关键 K 线，当前这里呢离前高的距离是比较近的，这种大阳线一出现，是不是带动市场强势上涨？而有些离前高比较近的，直接你会发现上涨空间就透支的差不多了，这里就不太适合去加仓多单，它要等待突破高点有效之后，我们再去确定。这里千万不要盲目追涨。我们看到高点的预测是100.7，这是日内的压力，而日内支撑呢是84.64，这两个价位可以看好。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谷歌，谷歌整体的走势也不算特别强势，目前下方也没有出现上穿，它的数值是负的1.756，基本今天稳定一下，甚至上涨一下就能够到达变盘 K 线的确认。所以今天关注有很多个股，特别是前期不是很强势的反弹的，稍微慢一点的，今天将会批量出现变盘 K 线。而在动能 K 线上，我们给到的日内压力是169.495，而它的低点支撑日内是153.435，这两个价位作为关注。如果出现红灯，那么立马结合变盘点，我们确定向下看空。下一只标的 SMCI 价格走势也是上穿，也就是说它昨天就是变盘点，那是否会是变盘高点？我们看它前期的两次上穿，这一天上穿了高点变盘，这一天上穿了高点变盘，那么目前又上穿了，是否会是高点变盘？所以这个位置的压力很关键。你看一下这一天上穿时，如果这里出现了长上影线，亦或者直接第二天就下跌，是不是这种位置我们说就是容易形成高点变盘的位置？在变盘高点可能产生的位置，你就不要再去做多，不要随便加仓，不要盲目的追涨。给一下大家一个点位的预测，今天的日内压力是40.042，而它的低点支撑34.057，关注这两个价位出现跌破产生红灯，绿灯后的红灯直接为看空条件。下一只标的我们该看到拼多多，拼多多的股价走势属于我们所想象般的一个弱势的表现，因为前期很多信号其实都是看空的信号，像这种绿灯之后每一次都是红灯，是吧？绿灯之后很多都是直接转为红灯，像这个高点加速之前也是绿灯之后直接走为红灯，所以我们说一个股价反弹时，如果是绿灯而后第二天立马红灯，我们可以直接作为看空的条件，除非第二天再次来个绿灯，那么就要止损了。所以这种位置我们在下跌弱势行情，你就绿灯之后立马转红灯去做空就行。股价走势目前依旧连续连贯性的都是红灯，没有一个绿灯，所以这里呢不能够去盲目的去做多。我们看到底下资金也保持流出，所以拼多多呢是比较弱的，它再这么保持，阿哲呢可能下次就把它剔除掉了，不去看它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点位，高点是98.442，而低点呢是91.257。今天突破98.42，这是绿灯。那么连续长时间暴跌后的绿灯可以博弈超跌反弹。如果继续是红灯呢，那么就继续往下去看了。这里稍微注意的是，哪怕今天转绿灯，也不能直接作为满仓或者说大仓位去做，因为底下的资金没有转灯，没有转色。今天哪怕转为绿灯，底下也就刚刚翻绿，刚翻绿的高点是不是也是压力啊？所以今天哪怕出现绿灯看涨，但是不能够直接太重的仓位，分两次做。第一次是绿灯去买进，第二次是绿灯 K 线当天高点变盘高点突破去加仓。分析拼多多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纳指金融指数的分析，如果两者共振都产生指数低点，那么个股机会那么一样能够作为交易点。以上就是4月10号美股盘前快报，阿哲对美股当前行情的观点。美股大奇迹日，市场出现难得稀有大阳，但是在熊市当中产生这种大阳线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它透支了反弹空间以及让时间变短。所以接下来是空头备好子弹，我们准备再次出击的时刻。在这里不要盲目看多，不要被市场狂欢带昏头脑，我们等待下次机会。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